Hello， 我是 Katie，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久违的底妆实测。因为昨天很开心买了一个超级喜欢的底妆，所以想说赶快来用在脸上实测给你们看。是 Chanel 的果冻气垫。我原本昨天去是要买那个 Chanel 有一个4000多块很贵的粉霜，有附一个刷子的那个粉霜，我原本只是要买那个，然后小姐就是说他们这个新的果冻粉饼，她说果冻粉饼或果冻粉饼明天上市，今天已经到货，已经可以先买了。但是我那时候也没有想要看，但就在我试完我想要的所有东西之后啊，小姐就很邪恶的拿出这个，然后说我帮你补一下妆，你脸上有一点掉妆了。然后她帮我补完，我那时候当下在专柜看着镜子，我看她拍就边拍皮肤的那个，就从皮肤变成了陶瓷的感觉，他就边拍那个光泽超细致，然后他拍完啊，我一摸不粘，超神奇，完全不粘。然后我就说，那这个我也要一个，我就带它回来了，然后迫不及待想用，就今天赶快就拍一个第一印象实测给你们看。那它外包装非常的漂亮，就我觉得 Chanel 的这种是很简约奢华，然后非常漂亮，它是这样米白色，然后黑边。然后打开来呢，它的气垫粉扑，哎呦，它气垫粉扑摸起来超软的，因为我超软，这个触感超好。我大概用过，我应该用过30颗气垫油哦。那这个的粉扑是，我摸过触感最好的哇。然后跟所有气垫一样，它上面有一个盖子，打开来。封膜第一次用要把封膜撕掉，是长这样。它这上面是弹性的网膜一层，就它不是那种你会直接看到吸了东西的海绵，它上面有一个有弹性的网子，有一点像那个好像是 Misha 还是什么牌子有出一个叫丝袜气垫的感觉，就是它上面有一个网膜，所以你不会直接看到那个沾满粉底的东西，但我也不知道它底下到底是什么。到时候用完我可以把它分尸来看一下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摸了一下，它不是粉质，它的粉底是这样子，它不算是那种遮瑕度很高的。我昨天在柜上试用，觉得它可能就是比较算是中轻度遮瑕，可是把你的肤质修饰到很漂亮的那一种。对，就抹上来是没什么东西的感觉。然后贴合皮肤的程度真的非常的好哦，你看我沾在手上就可以看到它是很薄透的，然后抹在手上啊，这样抹开来，它就是立即贴合成为你的第2层皮肤，就完全不会有什么粉感或者是油腻黏黏的感觉，感觉真的超厉害，赶快来用在脸上。好，然后我把光调暗了，不要再说我的光太亮，因为我们录影一定要有一定的亮度，画质才能清晰的呈现。如果我们录影没有到那个一定的亮度的话，那个画面会看起来很粗糙，所以我们录影都有一定的亮度，不是说我们故意要调太亮还是什么。那我底妆的话，我就拉近之后把它调暗一点，让你们看清楚它的遮瑕度跟整个修饰度。我现在是已经调暗了，然后用它这个非常柔软的粉扑沾一下。而且它好香哦，就是 Chanel 的香味哦，这个沾起来好均匀哦，这样完全是一个均匀的，而且按压一下就是这样完全均匀。然后来拍看看我这边，其实我脸侧遮瑕度还蛮准的，因为我脸上还蛮多斑斑点点什么的。先看一下它的遮瑕力，弄得好香哦，就是 Chanel 保养品也都是这个味道，有点蜜桃香跟花香对在一起的感觉。好，因为看到它的遮瑕度真的不高，就是我的雀斑都还非常真实的在那边，但它的贴合皮肤的程度真的超好的这个沾一下只能拍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这用量可能会很凶这个才11克。我现在就是从眼睛下面，然后鼻子这一半有拍好，
靠近给你们看。它对于斑点啊修饰力大概只有2成吧，有修饰掉一点啦，但是真的是遮不掉。然后眼周的暗沉也是，如果你眼周暗沉你很介意的话，你要另外搭遮瑕膏，因为它的修饰力大概也就是3成、3、4成左右，没有办法把黑眼圈盖掉。然后毛孔的部分呢，它对于毛孔也没有什么太强的修饰力耶，修饰掉一点，而且你看我皮肤整个，我这边看起来就是泛红嘛，这边泛红就有修饰掉，所以它对于肤色的那个调整的能力还不错。然后鼻子呢，像鼻头粉刺的部分倒是还蛮修饰的，就我这边这样拍一层之后，鼻头粉刺大概已经有遮掉8成了。你们看这边，我不知道镜头这样看不看得有红，你看这边的粉刺，但是这边就有修饰掉。但是我鼻子特别泛红，鼻子泛红就比较修饰不掉，但脸颊泛红这样看得出来是有修饰掉的。好，我现在快速的把就是全脸都轻轻拍上一层。好，我现在全脸拍上一层了，妆感真的很自然，然后它光泽很漂亮。我觉得它光泽还蛮特别的，就不是市面上那种韩系的油光，或者是有一些是比较水光的，也不是半雾光哦，它不算是雾面的那种光泽感，它就是Chanel 独特的陶瓷光，这个光泽好漂亮哦，很像是那种你睡了10个小时皮肤自己的光泽，就肤质看起来超健康的。我这边试着再堆叠一层看看好了，像雀斑，我试试看，像它这种清透的底妆，通常可以堆叠出比较好的遮瑕度嘛。那我就这边再拍一层，我们再拍一层，那个光泽又更夸张了，皮肤又更接近陶瓷了，然后遮瑕度有堆叠出来，这样妆感就变得稍微重一点。但是遮瑕度也更好了，你看雀斑有大概现在已经有遮掉5成的感觉了，它还是看得到这样微微的斑点，可是不会说像原本那么明显。好，我们看一下我这边上了第2层，那个光泽感变得更强烈了，跟这边比起来，但你看这边就是明显的那种薄透自然皮肤的感觉。但这边就是比较有一点妆感，2层之后就有一点妆感，但是那个光泽感更强。然后2层之后就稍微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黏腻感，摸到粉底的感觉，可是不会是那种非常非常黏的，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应该夏天以我的肤质用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不要在大太阳底下烤太久，应该是不至于土石流的那种质感。好，拉远给你们看。拉远之后，我们再看那个光泽。这光泽好漂亮，这真的很漂亮的这个光泽。然后我的色号是10号，好像是最浅的吧，我不知道。但如果你真的非常白的话，这个好像也没有很白耶，算是比较。就是可能是别的品牌的第2白的颜色吧，这没有到非常白。好，接着因为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用，我不确定它到底需不需要搭蜜粉，所以我半边脸这半边刷上薄薄的一层蜜粉。好，那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3点36分。我今天其实也没有特别要干嘛，今天应该不会出门，就等一下继续拍别的影片。那我今天一样就是会持续带这个底妆大概8个小时左右吧，反正就一样隔几个小时我就再回来跟你们更新这个的持妆状况。那就先拜拜啦。现在时间是6点32分，就是距离上妆大概3个小时嘛，我赶快更新一下，因为我刚刚有流汗，然后我发现它流汗会脱妆。就你们这样应该看不出来，可是我刚流汗啊，我就发现我人中这边就是有那种土石流的感觉，不管有没有上蜜粉的地方都是这样，所以它不抗汗，
所以如果你是夏天脸很容易流汗的话，就要仔细斟酌一下。然后其他脸部的地方都好好的，可是你们这样看得明显，就是你看它完全没有遮盖毛孔的效果。所以如果你毛孔比较粗大的话，也要考虑一下。然后干燥的情形，我觉得不会干。像我眼周，我本来细纹就是这样，它也没有卡到细纹里面，所以它真的很不干。然后整体肤质的调整啊，还有那个光泽度真的很美。好，然后我现在要出去吃饭，等一下晚一点看吃饭的时候，如果我的底妆有任何变化的话，我再跟你们更新。那就先拜拜啦！现在时间是晚上10点半。啊，好困哦！我原本下午说要去睡觉，结果也没睡着，所以没有睡午觉。现在好困。怀孕真的会超级想睡觉。我初期跟现在比较是后期嘛，都很困，只有中间那段时间是，就中间有差不多第5到第7个月的时候算是舒适期，只有那一段时间我精神很好，所以我前阵子影片产量很高，然后现在又开始好困，好想睡觉，然后超级容易累，而且不太能走路，走一走肚子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好，先来看一下底妆，10点半嘛，10点半距离上妆，我上妆的时候差不多3点半，所以到现在是7个小时。我觉得持妆度好像没有很好欸，就我这样看啊，我毛孔还蛮明显，蛮夸张的。我不知道你们这样看不看得到。我把相机拿下来，好像有一个角度比较看得到毛孔。有，看到了，毛孔大爆发，有吗？有吧？你看这样看好明显哦。我现在镜子里面看就是这样，超级明显的，而且我觉得有点暗沉呢。就我现在脸变得黄黄的，就没有刚擦上去那种透亮的感觉，有一点伤心，因为我原本在专柜试妆的时候是非常喜欢的，然后现在变成它光泽还是有，光泽还是很漂亮，可是我觉得就是变得好像看起来像油光，但其实我没有什么出油。就它的光泽也是刚上去的时候非常漂亮，现在还好。这算是我近期用到持妆度算蛮不好的底妆欸，就它也不是持妆度不好，就它也没有脱妆浮粉或者是哪里掉了的感觉，可是它就是我的脸变得比一开始暗了一点，就看起来黄黄的了，然后毛孔的修饰度真的是完全没有，而且到现在有让我毛孔看起来比较大一点的感觉，但其他你看像我鼻子上面的那个遮瑕度都还是好好的，就是鼻子，我一开始说鼻头粉刺遮的不错嘛，就它这一点都没掉，但光泽变得好像有点不是那么美的感觉，好奇怪哦，我伤心，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我觉得这一款啊，可能是会需要补妆的东西耶，差不多4个小时之后就需要补妆吧。我原本是想要凑满8个小时的，可是已经就是现在7个小时就已经这样了。那我们就不用等8个小时了。我现在来补妆看这个补妆会是什么样子的效果。补妆先喷一下喷雾。我最近很喜欢喷这个植村秀的，这是他们公关寄给我的，然后他们四瓶都有寄给我，就还有4个口味，春夏秋冬嘛。我最喜欢的这个是柚子口味的，超级清新，而且真的很像你在剥柚子的那个味道，这个我很喜欢。喷了一下喷雾之后呢，我稍微用纸巾压一下，就把原本可能有一点脱妆的部分先把它压掉。因为这样压掉，我把脸上的那个油光就压掉了嘛，毛孔就小嘞，所以它是那个光泽到最后变成油光之后，显得毛孔大，
所以我现在把它压掉之后，毛孔就变回原来的我了。这个补妆非常的方便，如果补妆起来效果是漂亮的话，可能有一些人也是会喜欢的。来，一样我按压一下，然后拍，拉近给你们看。我刚好按太大力了。哦，按很大力，它的妆感就会比较重，所以我一开始第一次上的时候，因为我按的很小力，所以妆感很清透。好，补妆之后呢，就是一尾活龙。补妆之后又变回超漂亮，你看那个光泽，又变回我原本说的那个陶瓷光，好漂亮的。所以这个真的需要补妆，像如果你是平常上班擦，你可能下午茶时间就需要重新补一下，这样你才能漂漂亮亮的下班。你如果没有补过的话，就会变成一个黄脸婆下班。算 OK 啦，我觉得你就中途补一次，它就可以变很漂亮。我觉得以我的标准来说，如果是日常使用的话，是能接受的。可是要说就是很推荐吗？很值得买吗？我觉得好像还好欸，因为它就是刚拍上去那个漂亮会消失的，我希望的这样子的漂亮是可以持续一整天，可是它会消失，要补妆就大大扣分啊。那然后如果你的皮肤比较偏油的话，我觉得也不适合，因为像我刚刚已经脸上就有油光了嘛，我是皮肤不会出油的人，脸上都有油光，而且我不是因为有出油而有油光，就我摸起来我还是没有油哦，然后就是变成就是这个漂亮的光泽，后来就变成油光那样子。然后遮瑕度也不高，所以如果你的脸上可能有斑点啊、痘疤啊，或者是你黑眼圈很重啊，这个是完全遮不住的。所以其实这个还真的很挑人，就你真的是本身要做很多好事，皮肤超好的人才适合这个。我觉得啦，我的个人意见啦，但每个人用可能感觉会不一样，而且Chanel专柜都可以去试用，它可以帮你全脸试妆嘛，所以你就去试试看。然后等个4-5个小时，看它的妆效，再决定你要不要买。我自己是觉得我买了没有后悔，可是我没有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买这个东西。好，以上就是心情很复杂的 Chanel， 这是什么？果冻气垫粉饼的第一印象实测。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不要去订我频道，拜拜。嗨，现在是隔天，就是我昨天是第一天测试嘛，然后我想说今天再来用用看，会不会有新的体悟。然后呢，事实证明这个真的会变成满脸油光。你看一下我现在脸，是真的满脸油光哎，连这边就感觉你知道，看起来好像油都快滴下来了。然后今天非常的热，外面大约是应该有30度哦。然后就是那种非常非常闷热的天气，你看我这边感觉妆都掉，然后这边流汗。那如果汗没有流到说是那种会滴下来的汗，都不至于会土石流。如果你是那种毛孔会微微冒汗的，不会说那种流白汗啦，但是就会变成这样子的满脸油光，而且我觉得镜头已经很明显了，可是我真人照镜子更明显。就我今天一上妆，我就叫我老公看，我老公说哇，好漂亮，就是整个脸是有光的。这我老公自己讲的，就是连男生都看得出来，你一上妆那个脸是有光泽，非常漂亮的。然后就跟我老公出去吃早餐，然后看电影，看完电影啊，我就再叫我老公看，我说你看我脸现在变这样，他说你脸为什么那么油？就是连男生都看得出来我的脸为什么从他一开始早上他真的说是有光泽，到差不多4-5个小时看完电影后，他跟我说是你脸怎么变那么油？所以真的是这气垫很诡异耶。然后我昨天跟 Gina 就是在讨论说，我觉得有一些专柜的底妆啊，就是可以称为走秀底妆，就是它一上去那个妆感真的很美很迷人。可是他没有在持妆的，反正走秀也不会要走很久啊，你顶多1个小时，所以就是那种只能每1-2个小时的底妆。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就再拉近给你们看，真的好油，然后我的毛孔超明显的，超级油。这个
我觉得冬天应该蛮好用的啦，可是夏天真的不行，而且你如果是油性肌肤的话，可能春夏秋冬都不行用，应该只有比较中干性的人冬天用比较适合，或者是如果你很愿意勤补妆的话，因为这个差不多在前3-4个小时都算漂亮。如果你是有补妆习惯的偏中性或干性肌肤的人，是可以试试看这一个。那如果你像我本身是完全没有上那个补妆习惯的，这个就不行，它就早上很漂亮，中午过后就变成哎呀，你的脸好油。好，我这一支影片算是一个警示影片，反正如果有喜欢的人，你就去专柜试试看啦，Chanel专柜都可以试妆的嘛。好啦，那这次就真的拜拜啦。